你好，亲爱的朋友们，在这个视频中，我想告诉你一个像 EasyChain 这样的项目。易链平台，抽象的。自2015年7月以太坊主网启动以来，加密货币的第一波重要浪潮，2017到2018年一直在通过，旨在开发智能合约平台，又名一级区块链的 ICO 和去中心化的应用程序。第二波浪潮，2020年由去中心化金融应用程序 AMM-DEX 加密借贷和银行业务。第三次浪潮，2021年见证了 NFT 和区块链的繁荣。游戏作为区块链和加密货币的首次大规模引入，然后是元节，区块链和加密空间取得了显著成果，近年来增长，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和局限性，例如可扩展性、链间兼容性。许多人认为区块链不仅仅是一种颠覆性技术，以及底层技术。区块链创造互联网 2.0 价值互联网，各种资产可以存储和转移到没有任何界限或摩擦的数字平台。真正数字化的新时代，经济和共享经济刚刚开始。区块链扩展到一切行业，例如游戏、数字艺术、电子竞技、社交媒体、商业、金融、电子商务、房地产等。本文档描述了 EasyChain 一个多链和混合平台。在其他一级平台中， EasyChain 提供水平和垂直可扩展性、跨链兼容性以及创建多个去中心化应用程序或特定私有子网的类别。披露：本文件中提供的信息是初步的和可以随时更改。易链平台03.1区块链平台概述：近年来，区块链已成为一种流行的技术趋势，各行业应用前景广阔，特别是加密货币现在正在全球金融市场上写下它的名字。许多传统金融机构都投资了比特币、以太币和顶级代币，例如灰色阴影2020年初的微观策略。不发达和发展中，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国家正在寻找突破性技术来改善和发展其欠发达的支付和银行系统。我们将探索该领域最新和最复杂的区块链框架和架构设计，以确定合适的 EasyChain 架构和技术。一区块链世代作为与功能和，所以我们可以将比特币、狗狗币、恒星币、IOTA 等归为第一类。一代区块链1.0或第0层仅提供分布式账本协议，自己的资产和结算水平，解决双花问题，使用分布式账本技术和去中心化计算网络，然后是共识。本质上，区块链1.0技术包括节点、点对点去中心化、钱包软件和挖矿钻机，以保持区块链正常运行。但是第一代在可扩展性和应用方面非常有限。基于区块链1.0的概念，区块链2.0专注于围绕2015年以太坊主网的增长。在智能合约的支持下，以太坊被创建为构建其他去中心化应用程序或 DEX 的框架。这扩大了竞争环境，因为开发人员现在可以实施开源以太坊区块链上的智能合约，无需任何权限。这导致了去中心化金融 DeFi 的创建，一种去中心化的自治组织DAO初始代币发行 ICO 和可替代代币 NFT。以太坊开创了智能合约概念，并在区块链计算及第0层之上运行的虚拟机 EVM， 在去中心化计算环境中提供图灵完备性，迎来智能合约平台时代，称为 LAYER1。其中可以发行和交换不同种类的代币和加密资产 ，Cardano、EOS、Binance、Smart Chain、Solana、Terra 等很多都属于区块链2.0代等第二层平台，如 Polygon、Optimism、Stellar Network。虽然第二层区块链解决了以太坊等的可扩展性问题，自然的主权区块链2.0仍面临跨链兼容性问题，链相互隔离。易链平台04.1.2区块链大问题和解决方案。区块链3.0可以通过跨链互操作的概念来标记，例如分裂链以太坊2.0 Harmony Near Protocol 多链系统 Cosmos、Polkadot、Avalanche。巨大的努力和近年来区块链发展的进展，使得区块链与他人进行交易，例如 Cosmos 生态系统允许
用户创建允许他们连接到的兼容应用程序，通过快捷通信 IBC 到其他链。去中心化托管，更一般的说，端到端去中心化的概念。以互联网计算机 ICP 为代表的平台可以被认为是下一代区块链或 Blockchain 4.0，它提供了一个完全可扩展、可互操作的分布式账本和账本解决方案。计算层、虚拟机和智能合约计算、去中心化名称服务、去中心化存储和去中心化服务器，托管任何 Web3 应用程序。然而，未来我们会面临什么？虽然很清楚，区块链3.0和区块链4.0没有定义，主要主题是，显然要讨论的是为不相关的服务和行业创建解决方案。与经济，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创新潜力，区块链技术向其他领域的传播似乎是无限的。虽然发展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远，但区块链技术可以集成到供应链、网络安全、投票、医疗保健中，以及更多。所有这些行业都可以从可扩展的集中式分类账中受益，这将提高可追溯性，提高效率，同时减少中断，并提高交易的安全性和速度。读者可参考1和2。区块链3难困境由 Vitalik Buterin 命名，达成妥协。在去中心化、可扩展性和安全性之间，它挑战了许多开发人员需要提供全面的解决方案。近年来已经实施了许多项目来解决比特币极低的带宽和以太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专注于可扩展性，牺牲了完全的去中心化。特别是 Tron 和 EOS 是半去中心化模型的项目。Algorand 声称是第一个解决3难困境的纯权益证明平台，但其可验证随机函数的安全性和鲁棒性以及共识协议需要长期的公共覆盖来证明这一主张。另一方面，跨链互操作性解决了最大的问题之一——公共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系统的问题。每个区块链都是主权的，并且与其他区块链隔离，那么不同链之间有价值交换和交叉沟通。不可能的，这就是 Cosmos 和 Polkadot 诞生的动力。项目提出构建区块链的互联网，即允许隔离链与他人共享资产和数据。Cosmos 开创了由区域、区块链中心和互联协议定义的协作多链系统的概念。IBC 每个区域都是一个独立的区块链，连接到通过 IBC 的 Cosmos Hub。Cosmos 不允许直接使用链彼此通信，但通过一个公共集线器。此流程可能会导致开销。如果许多链同时交互，则区块链的成本。Cosmos 实施的 Tendermint 核心可部署的 PBFT 共识和，如果节点数量很大，币安链不会被快速处理。此外 ，Cosmos 需要快速完成 Hub 连接，所以比特币和以太坊不在它的视线范围内。这就是我的全部，直到我们再次见面。